各位，2026年7月4号的下午1点多了，我想着这个小的事情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合同已经在这里签好了，定金也交了，我买了一套房子，在江苏镇江这边。我刚刚也是犹豫了好久，我说这种小的事情就不要分享了吧，因为它也涉及到一些隐私啊，或者说你分享这个东西，有时候有人会从你这个视频里，比如说找一些情绪啊，或者去找到自己情绪的出口，但我觉得不重要，就是我们是什么就是什么。如果我的视频能帮助到一些人，那也挺好的。而且今天看房，我发现有一些小的就是房产内幕啊，以及这个一些小的故事也挺有意思的，跟大家聊一聊好了。我是昨天晚上7月3号晚上睡觉的时候，刷到这个中介大姐啊，她发了一个朋友圈，她说有个房子，一个短视频。我看着挺新的，我就问她是几楼的，因为她没写嘛。她就评论回复我，她说是5楼，是顶楼的。我说那有空你可以让我看一下，对吧？这中介大姐就私信我说，那你今天什么时候看？就昨天晚上她说。我一想，我白天起不来呀，我说中午好了，我就说了中午来看房。大姐啊，我这人习惯是这样的，我说完话之后，我手机就飞行模式，就直接躺在床上就睡觉了。我上午10点11点才起来，我起来之后就看到大姐的短信，她说你是上午9点看还是什么时候看？你要确定一下时间，我要联系这个房东拿钥匙什么的。我看到的时候已经11点多10点半了。我洗完脸刷完牙我就回他，我说我现在骑电动车过来，我骑电动车就到大姐的店里了。到店里之后啊，那大姐就说你要等一下，等半小时，那边可能在看着了。我说是卖掉了是吧？就是这种情况算截胡还是怎么着？就有卖家在你前面上午看了房子，他有购买意愿也好，或者已经在谈了嘛，我也就挺识趣的，我就说。那这样子的话，卖掉就卖掉了，无所谓。然后我骑电动车回来，他说你先等着好了。这大姐就是说中介大姐啊，我说我先回去吧，你如果能看了再叫我了。我骑电动车回来了，我正准备剪视频呢，准备弄呢，就大概过了10分钟10几分钟，大姐弹我语音呢，就是说你小伙子还是过来吧，这个那个买家有点问题，我就屁颠骑电动车又到他店里。到他店里，房东刚好也在，我们就先去看房嘛。就是这个中介的他的弟弟啊，一男哥们儿就带着我们跟房东，我们3个人到房子里看一个5楼顶楼的啊，他的房间格局跟我一样。我们这个视频啊，就相当于既然分享了，相当于这个连续剧一样，第1集啊，我们先口述一下这个大概的过程，后续交易税费啊，整个房间你也会看到的。他那房间格局跟我这一模一样。几乎是一模一样。我这里进门左手边不是一个这个卫生间吗？我不打开门看了啊。然后这边是一个这个卧室，他那边呢，左手边进来是一个卧室，也是一个客厅，2个电视2个空调，装修比我这好一点。然后这边他唯一的这个区别啊，就是他的洗手间在这边，这里有个洗手间啊，也带冰箱什么的。他这个房子可能在镇江的知道啊，他这个门对面是一个厨房，他以前老的单位那种老房子都是这样子的，是这种格局。我也觉得无所谓，因为我做饭做的少嘛。然后看了之后，我说实话你不能说顶级的喜欢吧，就感觉很明显他这装修比我这里还要好。我就说您这个什么原因卖啊，对吧？你就算看中了，也保持自己的耐心去跟人家沟通嘛。这房东这阿姨啊，我们交流着，我才知道她是前面住在南京的，她现在退休了，还是又回到那单位，好像在上班还是怎么着的啊？就慢慢聊嘛。我说你什么原因卖的啊？反正我们一起爬上楼梯看房的时候，她也在就是说这又要爬一遍嘛，这膝盖都受不了。她说纯粹是自己想换一套。换一个3楼的，他在前面大市口啊，也有一个100多万的房子，反正在南京好像也有房吧，也算有几套房，就这种，确实是一个，其实当时他那房间我进去啊，我就说你这是刚装修好吗？才几个月吧？怎么着？没有，装修了4年了，因为那个中介他弟弟也说是这个房子这几年都是
出租什么都我在打理。那房东阿姨就讲我保养的比较好，我说是，这房子看着很新啊，我还以为是新房子呢。然后我再问，反正我也直言不讳的讲，我说你这房子卖掉是不是有发生过什么事情啊，对吧？比如说大家想象到的。他说没有，就纯粹这房子本来是自住的，可年纪大了不想爬这个楼嘛，他在5楼嘛，想换一个3楼之类的啊。接下来我们就聊啊，反正都是后话，我们最后签合同也在聊嘛。这阿姨也有很多这个一些其他的东西，这房东阿姨啊，她其实是找了其他的中介，这种比如说德佑的拍短视频的那种中介啊，她就非常懊悔，因为我现在钱都付了，这讲的比较零碎啊。这房东就说，这房子本来是在前面一个中介让他拍视频卖，他签了合同，如果第1个月卖掉给5000块中介费，第2个月卖掉的话给4000块中介费，第3个月卖掉的话给3000块中介费。谁知道那中介吧，就是总是带的人看的买家不太靠谱，有时候找他话又联系另外一个中介，就不太靠谱。但是啊，你只要跟那个中介，就是拍短视频那个中介签了合同，你的中介费是一定要付的。我这边啊，我这个交易后的这个中介费，这个房东阿姨她也付，她要付2倍的中介费，所以她就很懊悔，说不该找那个拍视频的。我说我也是做视频的，然后他就请教啊，他说你怎么拍视频，怎么赚钱呢？我就跟他讲，我说国外的现在视频还给一点钱，国内都不做了，抖音也不好做，有时候警察还打电话我们聊了很多，我只是粗略的跟大家讲一下。现在我再跟大家加几个3个小故事。就是上午我11点多过去的时候，我不是去晚了吗？等于说昨天晚上以及今天上午前面还有2个买家，总共大概有3个女的，到这个房东阿姨那里看房子都没有交易成。这里面也有各种人物侧写，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跟大家聊一下。我不用说时间了，昨天晚上就是反正在我前面有3个女的看那房子，就是说挺有意思的，他们都没有交易成功。第一个很简单，就大家也能想到的，贷款下不来。第一个他就是说可能现金没有多少，他想贷款买这个房子，可能就是10点多楼下那个刚刚那个女的吧，戴眼镜的，我有看到她，她骑电动车就走了。她等于说没多少钱嘛，贷款下不来，因为那中介大姐给她联系银行，直接就一时下不来，当时就有结果，所以才联系的我。再前面有一个女的就是房东阿姨就跟我抱怨，就另外一个女的买家进到房子里面，她那房子不有2个电视吗？电视大概也这么多大吧，这算42寸吗？然后她的卧室也有一个电视，卧室这里也挂了一个电视，也有一个洗衣机，也有一个很好的冰箱。这个买家呢就跟这个房东说你这些电器要给我留着，这冰箱洗衣机电视你都不能带走还有其他的一些小的，比如说他那女的那个阿姨的这个梳妆台化妆台他也想要，或者类似的，比如说沙发你也不能带走就这个买家就是他有一个执念，就这些电器他也想要，然后呢同时去挑你的毛病，就比如说你这小区已经很久啦，很老的小区啦，怎么样。房东阿姨就跟我抱怨，就说你看看这个买家，你说话这么难听，这女人是这样的，你一旦跟她说这些负面的东西，她是不是说人都是这样，或者不是说女人这样是吧？你说一个想想你是卖房子的一个买家，你也不谈价钱，一直在我这里挑毛病，或者说你这里装修有点瑕疵，或者你这个门不好，或者你这个床也给我留下怎么样，这房东阿姨就听得很不舒服。我说是你哪有这样子的，你这吧，我说哪有这样子，你买房子不要贬低别人东西嘛，你如果谈价钱就直接说给我降多少钱就好了，对吧？这些东西带不走的东西，电视你要自己可以添个新的嘛，床要可以，你看我这床垫都自己买，这床垫我还没扔呢，有时候搬下去比较麻烦，对吧？我床垫自己叫货拉拉拉来的，对吧？你说你买就买嘛，你不买哪有说这样子一直去跟人家挑人家的毛病？你要说房价降1万降多少，你慢慢谈嘛。这房东阿姨也说对，小伙子这房子就应该卖给你，大概就这意思之类的。这是第2个买房子，我听着也挺搞笑的。我们在那边聊了1个小时，包括中介就签合同的这个间隙嘛。还有第3个买家是昨天晚上的，也是一女的
他也挺奇葩的，哪里东北还是哪里河北哪里过来的吧？大概是这个一个人物侧写啊，因为他们讲话都是零零碎碎的。第三个买家也是一女的，到他那房东阿姨那里看了房子之后呢，她有一个很奇葩的要求，就是说她当天要住到这个房子里，你听听是不是感觉怪怪的？我听着也想笑了。她有这个执念啊，她说现在我交了定金，签了合同，明天后天我直接住在你房间里。然后后续呢，就是一定要住在这里。这房东阿姨一听也是感觉怪怪的。我现在在南京，有时候还会过来这两头跑，有时候这房子我也有时候也会过来住一下。而且现在交接呢，有些东西我要搬或者怎么样，这房子说现在还要住几天呢。这个中介的大姐的弟弟也跟我抱怨说，这个买家是有点难搞的，让他住到民宿啊，这个买家好像电费什么没有交，还是怎么样？你说说，我听着我都要笑了。就是房子还没买呢，就一定要先住在这里，而且就是很执着于这种很小的东西，或者刚刚第二个买家一定要人家电视，一定要人家的床啊，怎么样啊？我没那么多屁话，我跟这个阿姨啊，就是房东阿姨聊得挺来的，她也请教我视频拍哪里的，怎么拍的，我们也聊了其他的东西。我说实话，我没有还价，我这个人就是性格就这样子。我租这房子也没还价，租的多少钱，反正，中介费我就多少就多少。然后这个房东也说话不好听的，但是我无所谓，只要他房子安静，你不要，有其他的就好。你知道当时我租这房子，那房东说什么？现在还有一个小问题，各位今天就第一集啊，你就当听听故事好了，就当我个人的一个生活经历。你看这床垫为什么甩在这里？这床垫有多薄？您看一下，只有5厘米，各位，只有5厘米，我怎么睡啊？有些观众知道我在广西玉林的时候，那时候还检测出来什么腰椎间盘膨出，我只能睡这种正常的床垫，你只要正常的这个软度硬度就可以了。这床垫怎么睡？到时候腰椎间盘睡出来了。我当时租房子签完合同我才想起来的啊，就租这个房子，这房东一个夫妻，他们也不是坏人，他这个房东老婆是东北的。你看这房子有多少问题？这空调是旧的。有个布本来盖在上面，然后这里我找到这个抽屉里找的遥控器，那这么旧的遥控器，我就问这房东这男的，我说你看我还跑到这个超市买的公牛的电池，因为它没电嘛。我想着当时这个电脑说放这里呢，没地方放，我说你这空调打不开，换了电池也是坏的，我就跟房东说，你这个空调，我换了电池，找了遥控器打不开。他回我什么？他说那我给你买个新的遥控器，2个礼拜也没送过来，我也没有主动找他。还有一个，当时我们租完房子签完合同之后，我按了床垫，我才发现你这，或者说我当时租房子我就在跟他讲，我说你这床垫能不能换个好点的？也没多少钱。我才刚说到这里，你知道那房东说什么？他说啊，我还给你换一个席梦思的吗？啊，怎么样？我靠！但是呢，我想着这房子安静就好了，我也就没有呛他。其实我在云南的时候啊，各位，这算我要买这个房的一个原因吧。在云南取经的时候，那个房东在外地也是非常恶心我。当时我2023年2月份到云南取经，就《蚁人3》这漫威电影上映的时候，在那天租的房子，应该是2月17号，就情人节过后的第3天。你想想，我2月份在云南取经租的房子。租半年，那边也挺奇葩的，必须租半年。我8月份到期，对吧？我是8月17号房租到期。你知道在云南的时候，那一个姓徐的一个傻帽房东，他怎么恶心我？7月1号啊，也是大概这样。7月份他就问我，他说你到期了还住吗？提前跟我说一下，怎么样？哎，我就打语音跟他，我说我是不是8月中旬还有1个半月房租才到期呢？你现在就问了吗？我说我大概要7月底给你，提前2个礼拜给你可以，我到7月底才会钱转给你。他说不行，就是提前1个半月就要给他也能给，就是他这种方式我感觉挺恶心的。还有这房东也是的，就是说你说床垫这是不是小的事情，我自己是不是能买？就是他说的那句话说什么啊，我还给你买个席梦思的吗？就是感觉挺呛的，是我不配还是怎么样？你这床也破破烂烂的嘛，你看上面就是这脏的，我都没挑你的毛病嘛。你空调有坏的嘛，等于说你要坏的就坏的跟我讲一下好了，对不对？我不是难搞的人。
他说什么你在房间里要穿拖鞋，你说不说这种地板我们也是穿拖鞋的呀？我就是说我内心可能一直这些年潜藏着一种，就有时候可能我比较包容，我比较好说话，我房租也没有跟你还价，反而我遇到的房东，我说实话都不是特别好讲话的。但是呢，我有时候也没跟大家去抱怨什么，就前2年在福建，在广东东莞住的那种公寓啊，也没有去有特别大的毛病，可能我自己适应能力也比较强。就我内心我一直在说一句话，你看我在过去街拍的过程中，有时候福建广东，我说这房子要了我买一套，你看我内心我一直憋着这股气。你本身10多万也不是算什么钱吗？又不是，就是说这话吧，可能有人会说或者羡慕嫉妒恨，或者说啊你好拽怎么样。我相信有些打工仔在哪里租房子也是不是也一直憋着这股气儿。我们规规矩矩的，你房租多少，水电费，我现在还有一个呢。你看我是6月17号住到这里的，等于算6月18号，我水电费刚交啊。他的水电费我等于说多交了50块钱，我都还没找这房东呢。就现在这个房子的房东啊，我交的水费30多块钱，他用了8吨。你说我刚住进来，我用了8吨水吗？我平常就揉个衣服。以前在过去10几20年，我租房子1个月就2吨水，他的水是4块3，加上那个污水处理费。我住进来1吨水都没用。我一看账单，7月份刚到，他这边镇江啊，在镇江的人应该都知道，他是5月份到7月份2个月一交。他5月份到7月份，我看了一下账单，可以查得到的支付宝，他前房东或者前租客在这里住了2个月，等于说我交了8吨的水，我来承担这个费用，我还没找这个房东呢。他的电费啊是55块钱，没多少钱，但是我6月17号到6月30号2个礼拜，我的电费也只有30块钱啊，20多加水费30多，我就现在多交了50块钱。这个房东我也没找他，也没跟他讲话。你这个空调也是这样，这床垫是这种的，我自己换的。你看我们规规矩矩的，也没有碰到一个同理心的人说啊，那我给你减点钱吧，啊，床垫你那个了啊。当然我还没跟他房东讲啊，怎么样是吧？我在广西租房子的时候，一个兵哥哥嘛，叫广西玉林新民路那小区叫望江花园，我今天第一次跟大家讲吧。那个当兵的也挺好的，我当时住了3个月，我主动跟他讲的，我说我违约了，因为这合同啊签的是1年的。我说押金你就别退了，我自己可能接下来要去湖南株洲哪里了，去拍视频怎么样？那房东听了也很好，你想想不用退押金多舒服啊！有些人当时就在跟我讲，或者现在有些人就跟我讲，说你这队长有时候你这么押金也不要了，直接就给人家了或者怎么样。那现在买了房子，到时候9月份到期了，就假设搬家的话，那新房子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啊，是租出去还是自己住啊？大概率可能自己住吧。这中间到时候押金你又不能问人家要了，因为是你自己违约嘛。你看我们讲信用啊，自己违约主动不要押金。但是我这些年的租房经历啊，就算过去2、3年吧，就大家认识我到现在，这些房东都有些问题，他都有时候说话比较难听，也没有说啊，那你这么好，那我给你减点房租啊，你这么好，那怎么弄？我再给你减免1个月房租，或者房租给你降一点。啊，押金该多少退多少退吧，没碰到这种人啊。我碰到的都是有时候讲话比较难听的。那这房东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看到我视频啊，嘴唇也没颜色的，一看就长期抽烟的。我相信很多人都是这样。有时候房东可能也有一些毛病，有时候讲话难听，你忍受了，对不对？这个中介反正在前面哥们儿跟我聊的也挺来的吧。这样子吧，各位，我刚刚也是犹豫了一下，我想着这个事情呢，无所谓的，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可能会引一些人的情绪也好啊，你这个穷逼觉得你很穷的，你居然买房了，可能有些人有些情绪的出口，有些不开心。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其实一直都是这样子。比如说电脑有些问题，我每次分享电脑的时候，你知道我碰到多少杠精吗？就有那种宅男科技宅修电脑的，总是跟我抬杠啊，说这个说那个，我觉得无所谓。就即便你说你的那些抬杠的东西，我也是分享我的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信息。刚刚那个房东那阿姨那中介费有没有讲？她找那拍视频的，我也脑袋有点乱啊，没讲就算了。我就是说啊，我就分享我的东西。今天提前通个气儿，这个买房的过程，我听到的一些故事，比如说3个买家也挺搞笑的，挺固执的。
接下来呢，我的房子应该是要交1%的契税，工本费可能100-200块钱加中介费，总共就是3个费用。他卖家的那边的话，我这个情况有些特殊啊，他那房子应该是他爸妈继承给他的，他要交一个遗产税啊，遗产税挺高的，有接近20%，我听那中介大姐跟我讲的。他那边还应该交个个人所得税，因为他是卖家嘛，算他的收入，还要交个增值税，因为这个房子持有的话有增值这个东西，他要交3个税，个人所得税、增值税、遗产税。我这边交契税、工本费还有中介费，大概这3样东西。后续的税费，我想的是我们正常来说啊，因为我定金已经交了2万块已经给他了，就给中介，中介也会打给他的。就是说接下来正常来说应该会交房，我拿到房本或者迁户口干嘛的，接下来税费多少，我列一个提纲，到时候第2集再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这个信息啊，可能会引来一些人情绪的出口或者不开心怎么样，但是有些人是真的能实实在在帮助到他，比如说这水电燃气这迁户的时候怎么迁给我的一些小的细节，我实实在在我们有实际的案例，各位这些中介有一些小的这个，我也有挺多房产中介的朋友啊，在广西也有，我同学也有，就他们其实他们没什么花招的，他们视频还没我拍的好呢。各位，这个房东阿姨也在请教，她说你的视频怎么拍的，怎么赚钱？我说我加英文字幕啊，现在国内都不给钱了，我都上传到国外那边了，还给上面一点点勉强的钱吧，业余做一下，对吧？我也可以做房产中介，改天我给大家拍视频，或者谁要买房子在镇江哪里，我直接那中介那个我应该喊个哥哥啊，我改天有房源怎么着的，你说10多万的我给你弄一套，各位你要买的话我给你找一套好了，中介费也给你少一点怎么着，你愿不愿意找我？你肯定愿意的嘛，是吧？我怎么说啊？好了，就这样子吧，各位，算第1集啊，跟大家聊聊天，这么也算是一个机缘巧合吧。我本来就是也没有说在这里要买房要干嘛，或者说我有这个意愿，我想着大概住几个月，住半年1年之后怎么样的。其实我跟大家最后讲一个我内心的一个感慨啊，就是说人生其实是充满了很多这种不确定性的。我其实3年前啊离开宁波的时候，到云南的时候，今天也第一次跟大家讲，我这个人啊，就是说的自夸一点，我的性格算比较沉稳的。这不是我讲的，我所有的同学，我所有的朋友见到我，他都是这么讲的。我当时到云南的时候，其实就有很多问题，因为所有网上的消息都说云南4季如春，气候好。我到那里本来想的是在那边买房子，这是真心话。就当时2023年8月份房租到期的时候，我续了半年，我想着接下来半年就可以找房子开始看了。那个城市啊，就云南曲靖有很多问题，比如说老龄化很严重啊，整个城市海拔很高，在1880米的这么海拔，白天紫外线非常强，白天我在家里这窗户风非常大，呼呼的这窗户一直刮，那个风大像小型台风。那边人饮食也不契合我，那边全是吃的很辣的，我不太能吃辣嘛，有些观众知道。我说什么呢？我这视频开始的时候也是云南那小区那放那个噪音那个东西，就是说你想着人生这个是按照这么一个剧本在走的，但实际上发生了一些事情，就让你我当时感觉我人生犯了一个很重大的错误，就是我也可能像刚刚这3个买家一样，有一些执念，我想在这片土地上找一个地方扎根，想在一个地方好好的生活，但实际上有一些意外会恶心到你的。通过过去2年，我有时候在城市中探索也好，就是很多事情不在乎也好，让自己抽离出来。当时还有这种噪音敏感的什么之类的啊。反正我觉得现在问题解决了也无所谓了。这点钱呢也没有很多钱，10多万，然后大概率正常情况下房本应该拿到，应该能交易，后续再跟大家讲吧。这个话题讲的话会涉及到很多，就是我昨天晚上我还没有说要买房呢，我只看了那个视频，就房源图片各方面视频都挺满意的，我说看一下，然后其实用我沉稳的性格，我想的是跟那个房产中介大姐想是这样讲的，我说你有这种顶楼4楼5楼卖的，你跟我讲一下，我们看一下，我想着好好的
多看几套呢。谁知道第一个这个房东阿姨就比较好，就感觉比较契合，就是定金就交了，也没还价，中介费她给我们两边都便宜了，就是卖家那个阿姨跟我这个买家中介费都便宜了，都是现场签的合同，大家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啊，是什么样就什么样。好了，就这样吧啊，接下来。因为苏州的视频啊还没放完，这个视频我也不加字幕了，就跟大家聊聊天。我知道的，这个视频肯定能帮助到一些人，以及接下来第2集我的契税啊，还有其他的这个过户啊，我这边应该是只要带身份证跟那个户口本就可以了，他那边还要带结婚证什么的。我具体啊，后续第2集或者接下来。可能某个时间段我穿插的第2集不税费啊，我好好的不会像这样子聊半天扯半天非常啰嗦，税费列得清清楚楚，以及这个我买房的过程中碰到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小的故事再跟大家聊一聊，如果能帮助到一些人呢就帮助到一些人，如果没帮助到呢，您这啰啰嗦嗦就当听个故事好吧，各位我的老朋友们，就这样子，下节目再见，拜拜。